叶晨知道自己在战时不可能在吴柏林面前藏得住自己的修为与灵气状态。云如歌教给自己那套隐匿修为的口诀，其前提是自身不可以动用任何灵气，只适合没有暴露之前用于隐藏。现在既然已经和对方兵戎相见，隐藏和伪装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也就意味着，即便自己悄悄吞服丹药，吴柏林也能够轻易看穿自己的变化。与其这样，还不如大大方方的，还能刺激对方。叶晨的这番话把吴柏林气得道心不稳的同时，也让吴柏林认真审视起了自己与叶晨的这场对决。他的修为远在叶晨之上，所以叶晨的修为、灵气储备在他面前就是小透明。这就等于两个人打牌，叶晨自己单方面明牌，一切都被吴柏林所掌控。可叶晨刚才的一番话却让吴柏林有了另一重思考，能看透别人的底牌并不是必胜的根本，牌好又能打得好，这才是硬道理。自己体内灵气本就消耗极大，刚才又被雷电接连劈中2次，躲闪、隔空射物又加大了灵气的消耗，现在已然是强弩之末。而叶晨这小子不讲武德，不但体内灵气充盈，关键竟然还有大培元丹这种自己听都没听说过的东西。这要真打起消耗战，自己未必就是他的对手。毕竟对方拿着最好的牌，还有一堆牌可以从场外调来帮忙。这种情况下，自己就算能看清对方的底牌又有什么用？无非就是输得更明白一点罢了。吴柏林知道，就这么耗下去，自己大概率是要输的。而修士之间的争斗，结果从来都不是输赢，而是存亡。输了就等于死了，不会再有任何翻身的机会。一想到这，他便忍不住咬了咬牙，心中默念法诀。随后忽然之间迸发出远超平时的速度与实力，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叶晨冲来。叶晨知道对方肯定会殊死一搏，但没想到对方竟还能瞬间迸发出这么强的爆发力。眼下吴柏林的速度比刚才突袭自己以及急速躲避时还要快上近1倍，眨眼间就到了自己近前。叶晨不知道的是，吴柏林此刻已经开启了吴飞燕传授给他的一个保命绝招燃脉。修士的修为增长几乎都依赖于不断用灵气来开拓经脉，洗精伐髓，并不断强化肉身。随着修为的增长，修士的经脉本身吸收的灵气也会日积月累的增加。一旦体内的灵气消耗的差不多了，就可以用这套功法来将经年累月开拓强化的经脉转化为灵气。换句话说，就是燃烧自己的修为来临时获取灵气。其好处是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快的速度来补充消耗殆尽的灵气，但坏处要远比好处大得多。如果通过这种倒逼经脉的方式来获取灵气，修为便会以更快的速度消耗。今日通过这种方式消耗掉了灵气，他日便使用10倍，也未必能补得回来。可是关键时刻，他哪还顾得上这些？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一旦斩杀叶晨，就能拿到他那个可以召唤天雷的法宝，以及不知道有多少的大培元丹。现在通过燃脉的方式消耗掉的灵气，说不定都能成倍的补回来。更何况叶晨本身就是一个领赏的好机会。于是他再次运起飞剑，将更强的灵气汇入其中，剑锋如离弦的箭一般直取叶晨面门。叶晨从来没有修过这等功法，眼见吴柏林状态忽然爆棚，那飞剑比刚才快得多，也强得多，心下顿时一惊。这变故让他属实没有料到，于是他只能慌乱中继续朝着吴柏林丢出天雷，同时用了10×10的速度急速后退，同时将所有灵气调集起来，准备硬刚吴柏林的飞剑。吴柏林有了上一次的经验，飞剑没有再握于手中，而是以灵气驱使，始终在自己身前5丈开外，生怕这飞剑再引雷电烧身。而且他开启燃脉之后，身体的反应速度也比刚才要快上不少，躲避叶晨的天雷已经不再是什么难事。一记天雷劈下，
吴柏林身形一闪，躲得并不算难，而飞剑如同他意念的一部分，始终在朝着叶晨急速进攻，没有因为吴柏林自身躲闪天雷而有任何迟滞。叶晨此时已经有些无计可施，他本身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攻击的法宝，无论是九玄天经还是大日如来手印，本身都不善争强斗狠，一旦短兵相接，就显得有些乏善可陈。而吴柏林就不一样了，他经历了开始的手忙脚乱之后，很快就找回了自己的节奏。他擅长驱使飞剑，虽说真正的飞剑是那种可以让修士御剑飞行的法宝，他的飞剑虽然不能让他御剑飞行，但他可以用灵气操控飞剑自己飞行。他的飞剑本就是无飞燕炼制的法宝，有10倍延展的能力，平时长度不过1扎上下，不显山不漏水，但却削铁如泥，穿石如纸，速度极快，而且操控随心所欲，打出去可以用意念追着目标跑，比叶晨的穿魂刃要强得多。叶晨虽然用了全部潜力闪躲，但对方的飞剑还是太快，他只能找准时机立刻停住身形，然后再次以强大的灵气捕捉对方的飞剑。对方飞剑速度很快，而且极其灵活，叶晨想在身前用灵气拦截对方，对方直接一个90度转弯直冲天际，然后又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自己俯冲过来。叶晨无可奈何，再次以灵气汇聚头顶时，对方再次一个侧身变现。想要单纯靠灵气捕捉对方的飞剑，需要达到足够高的密度，这也就意味着想要快速调集大量高密度灵气，效率远不可能有对方快。叶晨这次勉强还能集中精力在头顶，可下一刻，对方直接绕开头顶，反向直接朝着自己后背攻来。此刻的叶晨已经完全来不及做出部署，只能硬撑着以灵气化为无形护盾挡在身后，同时身体急速向前扑出躲闪。紧接着他便感觉后背一股大力猛然袭来，纵使有护盾暂时抵挡，可那飞剑还是轻松将护盾击碎。万幸的是护盾为叶晨争取到了躲闪的时间，那飞剑没能刺中他的后背，而是在他扑出的那一瞬间，在他后背划出一道几乎快要切到骨头的伤口。叶晨只觉得后背一阵剧痛和湿热，那是鲜血浸湿的感觉，空气中弥漫出一股血腥的味道。叶晨不敢多想，立刻用灵气快速修复伤口，否则再有一次剧烈躲闪，恐怕伤口会撕裂得更加严重。生死攸关的一刻，叶晨明白了一个道理，矛与盾的攻防战，不只考验谁更锋利，或者谁更坚固，还考验谁的速度更快。如果矛的速度大于盾，盾再强也将失去效果。